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山药和苹果这样吃比吃补药还补。我家3天2头点名要吃，营养又美味，做法还简单。苹果和山药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2种食材，也特别的普通，价格也非常便宜。但是要说把苹果和山药搭配在一起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的神奇用处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亲人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根这种的铁棍山药，挑选山药的时候，最好选这种的铁棍山药。铁棍山药营养更加丰富，吃起来也更加软糯。先用我家自来水把表面的泥土冲洗干净，这样后期在削皮的过程中，山药就不会被弄脏了。铁棍山药具有辅助治疗糖尿病、预防心血疾病、强健机体、滋肾益精等功效，最适合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食用了。洗干净的山药和苹果放在一起，接下来家里有条件的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。山药虽然营养又好吃，但是里面还有一种滑滑的粘液，而生活中不少朋友都对这种粘液过敏，因此我们在处理山药的时候，尽量戴一次性手套。接着找1根夹菜的筷子，戳进山药里。接着用削皮刀把山药的外皮削掉。如果家里面没有一次性手套的朋友，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削皮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把山药完全削干净后，整个手都不会沾到上面的粘液，也就不会引起过敏了。削干净后，将山药取下来，然后用刀把它切成这种厚厚的薄片。如果你没有戴一次性手套的话，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取下来，一个手直接拿着筷子，一个手拿着菜刀直接切就可以了。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个红彤彤的苹果，把它放进碗中，加入少量自来水，1勺杀菌毛毛盐，用盐在苹果表面搓一搓，利用盐的摩擦力可以很好的将苹果表面的脏东西搓下来。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简单，就像我们很多朋友生活中常用的磨砂洗面奶是一个道理，每一个地方都搓到后。现在我们用流动自来水将表皮冲一冲，彻底清洗干净。接着用刀将它1分为2，再1分为6，切成这样的小块。苹果里面的果核一定要去干净，不仅口感不好，而且也是不能吃的。苹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热量也不高，而且吃起来酸甜可口，因此深受大家的喜爱。但很多朋友的吃法都是买回家后洗一洗，直接啃着吃了。其实那并不是苹果最好的吃法，尤其是寒冷的冬天，吃起来特别冰凉，对身体没有任何益处。然后把苹果也改刀切成这样的小块，切得越小越好，但不要切得太碎了。生活中很多朋友吃苹果都习惯性的将苹果外皮削掉，那样做也太可惜了，因为苹果皮里面含有各种营养成分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因此我们今天的做法一定要保留苹果皮，全部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把苹果粒倒进绞肉机里面，山药块也一起倒进来，再打入1个白色的公鸡蛋，只需要1个大小适中的即可。然后用2档速度比较快的键，把它打成这种的苹果山药糊。整个过程
我搅打了2分钟到3分钟的样子，搅打的时间越长，那么做出来的成品就越细腻，打成这个样子。现在将盖子去掉，里面的刀片也取出来，打出来的成品就是这种的西湖状。先把它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几个我爷爷传下来的小碗，在里面刷上一层花生油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贴。然后把打好的山药苹果糊倒进来，倒的时候不要倒得太满，大概倒到8分满的样子即可。我这里总共倒了2碗。然后端起碗，用碗底在案板上震动2下，这样可以震动出里面多余的气泡，做出来的成品才会细腻光滑。现在我们在每一个碗上面盖上保鲜膜，用保鲜膜将碗口完全密封起来。接着找一根不要的牙签，在保鲜膜上面戳上稀稀疏疏的小孔，小孔的主要作用是用来通气，而包上保鲜膜主要是防止在蒸的过程中水汽进入到我们的碗里面。每一只碗上戳够748下后，我们依次将它摆入到冷水蒸锅里面，然后盖上锅盖，先用大火把锅里面煮开。煮开后依然保持大火蒸上15分钟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其实想要吃的嫩一点的，我们一般情况下蒸8到10分钟即可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老一点的，所以我每一次都会蒸够15分钟。蒸好后戴上隔热手套，将碗取出来。这个时候的碗特别烫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烫伤自己，然后小心的把保鲜膜取开。接着用小刀将它切成小块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加方便。切成这样的小块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盛起来美美的享用了。以这种方式蒸出来的蛋糕十分的香甜软糯，有淡淡的苹果香，还有山药软糯香甜的味道，十分好吃。就只是刚好出锅，特别的烫嘴，大家吃的时候一定不要太心急。山药和苹果这样搭配起来，既好吃而且做法还简单，最主要的是好吃不上火。满满的膳食纤维，好吸收又营养，喜欢的亲人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